你们有玩过一个桌游的游戏叫做卡丹岛吗？那你玩卡丹岛的人都知道啊，如果你要选择一个地方来开拓你的城市的话呢，首要条件你就必须要选有天然资源的位置嘛。然后第二个条件就是你要选择港口码头。那如果我告诉你，曾经有这么一个地方，在300-500年前，葡萄牙人、荷兰人、英国人都想要争夺的地方，因为这里有锡矿、天然资源，还有很好的港口。好了，不卖关子了，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——马六甲。骑到来这一个第一个旅游景点，就是我身后的 John Kerr 马六甲市的机场街。那马六甲市在20不知道多少年7月7日的时候就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话，有什么？有咩咁加塞？有什么这样特别呢？就是让我们这些后代啊有机会看见这些文化古迹。据我所知，如果你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话，你是不可以乱翻新你的这些物质的，你必须要按照某特定的规则去做装修，要保留那个最原始的风格。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，如果你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，7月7日你就有假期1天。刚才在外面我就一直听到有人打铁的声音，我还以为这个年代还有人在打铁，原来是。Excuse me。在这一带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会馆，比如说福建会馆啊、潮州会馆。那这里的建筑结构是很长的，它的屋子，然后有些就会有这种天井。啊，今天我在的这个永春会馆就有2个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。这个天井的作用就是要采光哦。这里其实很宁静啊，我都不敢说话很大声。我看网上啊是有一种说法，就是以前郑和下南洋的时候就带了很多男丁下来这边做工嘛。那做完工过后，你的钱要怎样汇回去给你的故乡呢？就有这种可以信赖的组织，像类似现在的 Western Union， 所以就有这种汇款，他们把你的钱寄回去。那还有一种作用就是，你在外国、你在外地做工，就是有思念之情嘛，就会离乡背井，所以就。他们时不时同乡人会在那边chilling，会在那边喝茶，这样子，久而久之就变成一个会馆啊，就像上次我说的，他乡遇故知。这条河是不是很漂亮？这个就是马六甲河啦，在马六甲市中心突然出现了一道河。我们每次在电影中看到那个威尼斯，这个就是好像小小的威尼斯啊。Hello。嗨。哦，这里就是人家常说的马六甲荷兰红屋。我来到了马六甲最热门的旅游景点之一，这里就是荷兰广场、荷兰红屋。在以前荷兰统治时期的时候，这里的屋子呢，就是他们的行政中心，类似像 Management Office 这样子。它是有一个英文名字的。没事，我们有谷歌，所以是读 Starthash。棒 ，boleh saya cuba tengok？ boleh。我尝试看看他们的3轮车。比我的还要重。我发现到这里有很多档口啊，他们卖水就没有放价格表啊。大家，这个就是原先葡萄牙人最起初建的城堡，少少的有500年了，这个历史。那转就换了几个国家来统治嘛，有葡萄牙人、荷兰人、英国人在换来换去。英国人要把政权交给荷兰人的时候，他就怕他们用这个城堡来对付他们，所以就把这个城墙给炸毁了，只剩下一个城门，这个叫做圣地亚哥城门。哇，这个是岁月留下来的痕迹。刚刚那边有说啊，他们是用一种石头叫做 laterite 石头来建造的。那这种石头的好处呢，就是可以抵挡得住岁月的摧残，500年过后依然是这么的坚固。500年，孙悟空都跑出来了。
我们走进来城门里面看看，兜个圈，其实很小啊，被他们炸毁了全部。啊，累了，要在树下休息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时不时呢要在树下休息，为什么呢？比如说牛顿，他在树下，苹果掉下来，发现到地心引力。那在马六甲为什么会叫马六甲呢？就是马六甲的第一个王叫做巴拉马苏拉拜里米苏拉。他有一天的时候就在树下休息啊，他的猎犬呢就把一只属鹿赶到河边那边。那在情急之下，这个属鹿啊一脚的把猎犬呢踢进河里面。那拜里米苏拉看到，这个地方不错，连属鹿都这么勇敢。如果我在这边开拓王朝的话，必有一番作为，所以就想要在这边创一番事业。他就不知道叫什么，刚好在马六甲树下就可以啊，马六甲就叫马六甲，所以到了今天，天气很热，不知道当年拜里米苏拉是喝什么水。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马六甲树的叶子哦，原来是长这样。有点好奇，如果拜里米苏拉当初不是在马六甲树下，在榴莲树下，或者是在椰树下的话，这里的地方不是叫 coconut？ 那这里就提到，在最高峰的时候，马六甲海峡这边呢有2000多艘船，有84个方言在这边。我现在要把脚车放在这里，然后我一个人上去这个马六甲山。我们现在要爬上去这座叫马六甲山，上去探个究竟哦，看一下。其实我昨晚已经来过了，走哦。哎，这个地方似曾相识。这里有一个 Dutch graveyard， 看一下。太暗了，怎么看不到？看到吗？它的墙壁。OK， 这个地方就叫 St. Paul's Church， 是在葡萄牙时期建造的。为什么它会斷隻手嘅呢？这个人呢就叫 Francis Xavier， 他是来我们这边南洋传教的，传基督教，从葡萄牙来到这边。那他死了之后呢，就有传闻他有那种金刚不败之身啊，就埋在地底下，但是他的身体是还没有腐烂的。可是荷兰人统治的时期呢就不相信，所以就挖他的尸体起来，砍掉了一只手，但是还是看到鲜血直流，那他们就感到很惊讶，所以就立了这个雕像，没有右手的雕像来致敬他。原来是这样，所以你看它是没有右手的。来，我们就进去这个古老的教堂看一看，很多石碑耶，可是看不懂是什么石碑。可以吗？看得见吗？哎，你们看见吗？这里也是有打铁街，跟我的老家一样，也是有英殖民地的地区。我们连一个 sticker 可以一起说话来。放里面这边 OK 吗？可以啊，你给我唱一个提前。OK， 好了，谢谢。Alright， 现在是午餐时间，我们就去吃点小娘惹的菜。干，没有开，没有开啊！好多人哎！刚刚那家实在是太多人了，所以我们就吃这家。我的脚车放那边，应该是没有事吧？尝试看看啦。刚刚我进来的时候，我以为有人点单做的菜，谁知道都是浇菜那种，必须要几个人才可以吃的，这样我后悔了。所以我今天叫的这道菜就是娘惹的润蛋鸡。我不知道有蓝饭，蓝色的饭，所以后悔了就要白饭了。啊，原本还以为说可以参观这个巴巴牛亚的博物院，但知道今天是没有开的，只有周末才有开。博物院没有开没有关系，因为在附近我看到一个本土艺术。咦，好累哟！
这些明信片是有售卖的，一张是2块钱。那如果你要买的话，你就在这里拿个铜钱放在上面，然后就告诉那个人，这个铜钱我很久没有看过了。这个铜钱是马来西亚最小的单位的价钱，1分钱。这个是他们的后院，这间屋子真的很长，我给你们看啊，就是这样子，一直走，这里有个天井，上面继续走。这间家就叫做 Malacca House， 这里进来呢就要给个8块钱，如果给个8块钱，你可以参观，并可以获得一个，哇，这个小砖块一个，很可爱，漂亮。这个衣柜也太高了吧！如果我在那边挂衣服的话，我要怎么拿呢？伸手都伸不到哎。选哪一个好呢？选中间这个吧。只可惜它不开放给公众人物进去，没有的话我一定进去看看的。好了，今天我就走到这边，因为我等下要赶回去我的住宿剪片了。如果你问我马六甲市有没有东西看，是有的，要靠你自己去发掘那些历史文化古迹。那同时间也是有很多那些比较商业化的商店，这个是无法避免的，因为这个是一个旅游景点啊。曾经我就有听闻说，这些产业啊，很多都是被外国人买下来的。那其实还有另一种说法，因为刚刚我问了一个本地的安哥，他就说，我为什么要买这种小店呢？你买几多修理几多，他已经残旧了，他不会算过你新加坡人。这边只是讲，我以后给新加坡人每个跟风啊。如果你是想回来了。你是不是要修理要几多钱？我买一个嘛，我不会18万修理18万。你这边又是历史古迹啊，这样讲 ，heritage area 啊，要根据我的修理，不是根据你的。对，你不可以乱修理的，就是要跟着那个风格。啊，是不是我拿头痛来头痛啊？恁别出力啊，恁别过来得掉你也别等。我老爸讲你笑，然后吉隆坡叫你买啦，你去买几种街啊？我老爸讲你笑，几千万个几百万，别讲都没。我也是山老辛苦，没修出这个维度啊。听起来是蛮有道理的啊。今天骑了21.9公里，看到了这些马六甲的古迹，随便一提啊，都是几百年的历史。那看完了之后，我会觉得其实人生很短，很渺小啊。就算当时候你有多大的权威，时间过了，也只是我们后代看故事的其中一个人物而已啊。时间还是一直照样走。好的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今天星期3晚上9点，我会在Batu Berendam羽毛球场做一个快闪挑战比赛。如果你们挑战成功的话，就有机会赢取 Sportsclick 赞助的李宁球拍。好了，我们有缘再见。